申請隊伍？想亲。你现在这个造型真的好奇特啊，感觉你这个帽子怎么是个肉色呢？是粉色的，眼神是不是不好？反光出来就是肉色的呀。你还搁这说什么呢？搁这说啊，说我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离线玩家 Online 的频道啊！大的来了呀，这个真我 Neo 8呀，大家期待已久，然后也是我垂涎已久的一台机器，骁龙8 Gen 5，然后8000的電池，怎麼說你？怎麼說？大家不都是驍龍8 Gen 5嗎？我的1+S6T 8300的電池比它還大一籌。我這個 iQOO Z11 Turbo 這個機身尺寸要小一點啊，所以電池也相應要小一點，是7600的電池，我覺得也夠用，好吧？那我這台8000的電池呢，加上這個什麼覺醒光環，還有一個透明背板，俗稱大拿興奮，很愛它。今天爆殺你們兩個。你不就比我多了攝像頭嗎？我這手機車比你們都好啊！你們的清水車叫什麼？哎，殼是可以買的，但是呢，我有一顆越級的長焦啊，有沒有？那我還有一顆2億像素的相機。哎，你滾蛋吧，滾蛋吧！大家都是8 Gen 5，好吧？今天就看看誰更厲害，好吧？那麼相關設置跟流程我們擺在公屏的某個地方，大家如果喜歡視頻，不要忘記了一鍵3關注。這樣就開始今天測試吧，我們先去粉店吃個粉啊！我們吃粉前還是看一下我們的 B 站4至60幀視頻的，先看一下3台手機亮度。哎，其實只有左邊的 iQOO 要低一點哎，其他兩台綠廠好像差不多。拉呀，你是低一點。我一開始沒這麼低啊，這放着放着，我不小心就把這個搖晃了一下，導致它變低了，是我的問題啊。那我們搖晃怎麼不低呢？對啊，我已經滿了吧？你看我這樣它就提升了，你看它亮條是不是上來了？哎，好像是的，是吧？再看一下。哎，現在是中間的這台真我會稍暗一點點，但區別不大。我們到這個粉店了，然後這3台手機裡面只有最下面這台1+S6T，它這個亮度沒下來啊。就是自動亮度不靈敏啊，我們另外兩台非常好啊。我這個1加好像在 B 站這個界面，這個自動亮度是沒有反退的，可能 B 站是得要獨立控制了一下吧。這個反正調的差不多吧。就 B 站的優先級比較高吧。說完期間我們看到20分鐘 B 站視頻啦。現在呢，我的 iQOO 還有100%的電。假不假呀？我這個99啊，比較線性。你那也假，我這才真1+98的電。啊，就差就是真是吧？這就是真實。我這100非常真實啊。那你太真實了，你最好一直都是100。那接下來我們就使用高德地圖步行導航一下吧。我們執行了幾百米啊，3台手機表現都是一樣的，都是顯示在馬路正中央走啊。實時位置都不是特別的準啊。現在我們準備過一個圓盤，看他們會怎麼變化。我們過了這個圓盤，剛剛在走的過程中，3台手機實時位置都是對了，但是我們停下了，只有我的1加保持還比較好。另外兩台就已經跳回去了。那我們就是往前走吧，因為現在導航讓我們右轉，我們往前走，看看他們會有什麼變化啊。切換新路線走了沒幾米啊，我這個真我跟這個 iQOO 呢，都是規劃了最新的路線，非常靈敏啊。誰沒有規劃呀？誰啊？唉，我的1加只是實時位置對了，但前面又有着備選路線，我自己往前走吧。拜拜，已經走出去10-20米了，他還沒有規劃，我覺得他已經到頭了，好吧？我就不用測6T 了吧，這麼爛，呸！終於切換了，感覺多了能有50-60米了。我們現在刷一下美團，看看有沒有什麼加載方面的問題啊？高德還掛在後台。我首先想說，就是這個真我中間這台，它亮度是最低的。我們現在是衝着太陽的，好像都沒有什麼很明顯的加載問題啊。我們剛剛又過了個馬路啊，iQOO現在的實時位置對了，但是沒有規劃路線啊。真我一樣啊，就是走起來之後實時位置對的，但是停來之後就回去了。1加的實時位置也是對的，3台手機只有我們規劃路線都在馬路對面啊，但其實是我們在馬路這一側走的。我們靠近馬路中央走了一下，我的1加的位置到馬路對面去了，在它導航的路線上呢，跟我們實時位置是錯的。1加真是垃圾啊！我們 iQOO 跟真我實時位置還是對的啊，怎麼1加就不行呢？低人一等。我們剛剛又過了個馬路啊，我這 iQOO 的實時位置還是對的，非常的準。我的1加現在也是對的啦。哎，但是我這個真我的剛剛才變過來這個實時位置。我們在這路口等紅燈啊，正好看見左邊的真我有虛空行走的問題了。我是 iQOO 啊，黑我呢，正好是 iQOO有虛空行走的問題了。我現在200多了，他們都是340多。但實時位置好像是我這台真我比較準確一點呀。你們一個在馬路對面，另一個在另一邊。哎，你怎麼都斜對角了？過完馬路之後，讓他發現我的1加的高德地圖裡陀螺儀好像有點問題，就瘋狂亂轉，已經出現2次了。現在拍的時候又復現不了了。待會看能不能拍到吧，有點誇張啊，感覺在那抽搐。然後我這個 iQOO 呢，因為出現了虛空行走問題，因禍得福，所以現在給我規劃了路線啊。我這個真我呢，剛剛其實路線是對的，然後過了馬路之後呢，規劃到對面去了呀，不是很對了。
但是不会像一个出现虚空行走，一个出现什麼亂蹦的情況啊，還是比較穩定的。宜家的位置現在跟真我是一樣的了，我們上去調理一下吧。這個調理點非常有用啊！我這一上來之後，這個真我立馬就規劃了新的路線呀。宜家倒是沒規劃了，但實時位置是對的。跟剛才一樣啊，我不用調理啊，我因禍得福已經規劃了。我們導航了30分鐘，現在已經到威力了。整個導航過程中呢，我這個iQOO呢，首先亮度是表現最好的啊，比較激進。但是呢，它出現了虛空行走的問題。但除此之外呢，它的實時位置跟規劃速度啊，其實還是不錯的。我這個真我呢沒有出現什麼問題啊，無論是實時位置還是路線規劃，跟另外2台都是不相上下的，也沒有出現什麼虛空行走和這個亂跳的情況呀。我的宜家實時位置表現還行，路線規劃稍微差一點，但是高德地圖網上有點適配問題，就出現了陀螺儀莫名其妙抖動的。哎，你別說了，1減15，就跟你一樣的抖嘛。你怎麼知道呢？他告訴我的，他告訴我的。現在都不敢面對我。現在宜家還有89的電。現在真我還有92的電，iQOO現在只有88的電了，它這個亮度最高，掉電快也是很正常的，對吧？我的電池最小。我們看了一下屏幕使用時間啊，只有我這個iQOO呢是計算了這個桌面時間呢是比較準確的，所以今天就以我為準吧。雖然我電量最少，到時候再在我的基礎上加吧。現在中午的11點06分，我們已經使用了1小時1分鐘的手機了。接下來我們就去廁所測一下信號吧。我們已經到這個信號非常差的廁所了，3台手機我們都已經開通了自動亮度，並且都開啟了環境色自適應。是右邊的宜家，它是最明顯的這環境色適應。現在我們同時連通來打個電話，哎，都通了，都很快。我們現在微信來發送一個表情啊。哇，中間的表現最差啊，另外2台都已經互相收到了，啊，中間也好了。中間是誰呀？真我是吧？稍慢一點。而且中間這個真我速度最慢，而且它還加載不出來頭像啊！你看它慢慢加載，看到沒？正好拍到了。我們已經進入到微博有一段時間了，只有右邊的宜家是加載出來的內容，另外2台都還在轉圈啊。宜家這個信號格式稍微多一些。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抖音了，左邊的iQOO跟右邊的宜家是刷新出來了新的內容啊，中間的真我它還在加載啊，我們往下刷一刷吧。啊，看它這宜家表現更好啊，它刷出來的內容更多。iQOO 也有新的，但是它這個圖片跟視頻是沒有辦法加載出來的。還是我的宜家最屌啊！我們現在把卡切換成了電信啊，現在打個電話。哦，右邊的宜家通了，另外2台稍微慢一點。我們微信來發送3個表情啊。啊，這次都很快。我們進入到微博了，3台手機都刷新出來新的內容。我們現在看看誰更快吧。哦，真我最快，其次。iQOO 這塊，其實真我，最後是宜家啊。我們再來一遍，送。哦，確實是宜家會稍微慢一點。我們現在進入到抖音了，3台手機呢，除了左邊的iQOO都刷出來了新的內容啊，我們來刷一下吧。這左邊的iQOO直接刷不動了，哎，它刷得出來了，一起刷吧。iQOO表現會稍微差一點。我們找到評論區點一下吧，點。宜家會好一點，其次是真我，iQOO是最差的。好了，那這個廁所呢，聯動卡的表現就是宜家啊遙遙領先了。電信卡的話呢，是iQOO的表現稍微要差一點。現在我們到地下車庫來掃一下牆上的微信二維碼，3、2、1走，1米，差不多啊。現在我們離那個二維碼大概有4、5米的樣子啊，走吧。OK 都沒有反應啊，右邊的宜家 E16T 放大了。啊，中間的真我Neo 8也放大了哦，全都在放大了，很努力的在掃得出嗎？哦，真我掃出來了，它好像切換了朝向鏡頭。對，哎，這有長焦，調用了，其他2台就走啊，這沒長焦，感覺就是會要近一些啊。OK， 是右邊的宜家先掃出來了啊，這個iQOO，它確實這個取景框顯得有點暗了，啊。還是要稍微遠一點的。現在到這個比較暗的地方來掃一下二維碼，感覺只有右邊的宜家會比較的亮哦。這個取景器，走吧。啊，掃的速度倒是差不太多，A 加反而好像還是最慢的。現在離那個二維碼大概是3米的樣子，走。哎呦，真我是真厲害哦。這個iQOO沒有啊，我們把這個燈忽亮了啊。這個iQOO才掃出來的，iQOO確實遠距離的掃碼要差一點。我們現在在打微信視頻通話，先看現在手機前置。前置的話就感覺中間這個真我很白啊，把人搞得有點慘白。
三手机感觉清晰度没有很大区别吧，然后这个视野的话，就左边的爱酷会稍微的广一点啊，其他两台就差不多吧。爱酷是最广的，我觉得效果的话是一加的比较好啊，感觉这个人会比较的自然一点吧。其他两台感觉美颜都有点明显了。后置的话也是这个爱酷会稍微的广一点，其他两台稍近一点吧。清晰度三台手机也没有很大的区别。我们刚刚打了10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，现在准备来测一下信号。我们已经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视頻了，并且已經開完過了自動亮度。點，我中間的點慢了一點點啊。這個導數過程都挺慢的呀。哦，愛酷第一個開始發，非常快，非常快。啊，其實是中間的真我第二個發完的。我們現在準備來下載一個文件安裝包啊，文件都是一樣大小的，但是顯示可能有區別啊。兩台綠廠的是顯示 1.13G， 我的這個愛酷呢顯示是 1.21G 啊。我們來下載一下。3、2、1點。哦，是左邊的愛酷比較快一點，有20兆了。啊，中間的真我也還可以，就感覺右邊的一加會稍微慢一點啊。14遞減是吧？對，然後現在已經拉開差距了，就是愛酷是最快的。它穩定在25兆左右，現在其實是中間的真我Neo 8會稍微快一點了。它也到20多兆了。對，然後就看一下它跟愛酷誰先下完吧。右邊的一加不用看了。能不能給我一加分一點啊？分不了一點。哎，還是愛酷先下完。啊，其實是中間真我。這個一加也沒變快啊。一減 A46T。怎麼辦呢？你這個上不來了。上不來，它現在連10兆都沒有。我們現在電信卡打電話，聯通卡來上網啊。現在刷抖音啊，慢刷。慢刷感覺好像都沒有什麼問題啊，稍微加速一點。哎，我感覺愛酷加載有點問題。我感覺右邊的一加剛好像也黑了，感覺就中間的這個真我會稍好一點點吧。哦，那我們再最快吧。好像是一加有點差。其實真我也一般。其實這台手機到最快的時候都一般啊，但是最差的應該還是右邊的這個一加啊。現在我們用聯通卡打電話，電信卡來刷抖音啊，先來慢刷。感覺慢刷沒有很大的區別啊，加速。哎，沒有，今天打電話擋到了。擋住了嗎？看看。啊，會亮好了。我們再最快刷一下。中間不行了。一加這個加載還挺多的呀。我感覺最快這3台手機都不太行。我們測完信號了，打王者之前看下3台手機電量，我的一加還有83，我的真我還有86，我的愛酷還有78啊。現在是中午的11點57分，我們已經使用了1小時33分鐘手機了。接下來開始打王者榮耀吧。我們這3台手機王者榮耀可能開的負載都非常之高啊，都是極致加自定義最高的畫質。這個極致呢就是144赫茲啊。144赫茲啊，非常的牛。我們先用普通模式來打一下，然後遊戲相關的設計都不開，看看他們能不能穩住啊。我現在繞他們身後來了，是這個愛酷屏幕最亮啊，其次是Neo 8，最暗的就是一加 A16T 了。本來想把亮度統一成跟愛酷一樣，但我這個真我已經拉不上去了，亮度是最高了已經。我的一加也是拉滿了，但是好像還沒有真我亮。哎，兩個綠廠都是垃圾啊，拉到最高都沒有我愛酷亮，我們才是電競手機，知道嗎？我的這一加的最大亮度都比他們低一點，那他們只能跟我保持差不多了。遊戲過程中我們都是開了一半的音量，但是我這個愛酷的聲音會稍微大一點啊。另外兩台綠廠呢是差不多的，我現在把我的音量稍微向下調一格。剛剛這個墨子啊，這個秀了一下對面馬超啊，我說這個墨子哥哥我愛你啊，他來一句什麼說愛我的是給，嘻嘻，更愛了更愛了。第一把王者榮耀打了18分鐘啊，3台手機無論是幀率還是網絡沒有任何的變化。第二把王者呢，我們打開遊戲相關的設置，然後我這台真我呢是開啟了一個超級 HDR 的畫質以及一個高分辨率的選項，並且呢在操控設置裡面打開了一個高頻響應啊。然後我看了一下，這個 Neo 8是有一個極氪性能面板，但是呢，它在均衡跟節能模式下是無法開啟的，只能性能模式，這個就不開了吧。我的一加就是沒有那個什麼性能面板，其他都跟真我差不多。我的愛酷開啟了這個超感觸控啊，然後還開啟了遊戲音效跟4D 遊戲震感。在這個 Q 星專區呢，我打開了超級分辨率以及遊戲視效增強啊。這個超級幀率我就不開了，那個是跟幀率有關的啊。我的這一加亮度還是最低的呀，他們又只能跟我保持一樣了。還是我的愛酷亮度最高啊，你怎麼不說我呢？上路這個廢物亞蓮被打穿了，還得靠我的下路來找回場子啊。他媽的，感覺亞蓮這英雄好他媽弱呀，對狄仁傑真的是手無縛雞之力啊。你玩的是吧？我玩的，沒辦法。1-5我已經盡力了。讓那菜逼在那一直走叫啊！這把遊戲打了13分半，即使開啟了那麼多遊戲設置啊，3台手機的幀率還是保持在了114幀左右。144幀左右。現在我的一加還有73的電，我的真我還有77的電。
我的 iQOO 还有67的电啊，现在中午的12点39分，我们现在已经使用了2小时16分钟的手机了。但我还是想说，今天我们在室外打了，而且现在没有太阳了。我们为了保持一致嘛，是跟一加的亮度保持一致的。它那个亮度，我说實話有點暗了，玩得很不舒服啊。我的 iQOO 的自動亮度是很舒服的。然後今天天氣還是比較冷的，最高也只有9度啊，坐在室外還是有點寒冷啊。那接下來呢，我們就坐地鐵啊，期間呢我們會刷30分鐘的信息流，先從抖音開始。在等地鐵了，刷了10分鐘抖音，還看了小紅書啊。為什麼你們學校總是這麼炸裂呢？什麼學校跟我有什麼關係？我中就你的學校，就只有你的學校，裝什麼嘛？學歷造假，你在這。又刷了10分鐘小紅書，現在換淘寶啦。你這個淘寶就一直是這樣唄？一直很正經啊。地鐵上面刷了30分鐘信息流，現在手機網絡都沒有什麼問題。現在我的一加還有69的電，聽不懂你在說什麼。我這個真我還有73的電。iQOO 還有63的電啊，現在中午的1點10分，我們已經使用了2小時47分鐘手機了。那接下來我們就去吃飯吧，期間呢我們就打一把金鏟鏟。金鏟鏟這一加可以開到165加至臻，全部拉滿。你又穩不住啊，你個人叫什麼呢？你們怎麼說啊？這個真我呢165的屏幕它宣傳的是，但其實只有120赫茲。你這應該是剛發布沒有完全視頻，我覺得你後面應該會有的。對。但165加最高畫質其實也穩不住啊。我這個 iQOO 最高是144加至臻的畫質啊，那我們今天就以這台真我為準吧，我們開120加至臻的畫質。我們現在已經進遊戲了，都在這個英雄界面，現在亮度怎麼樣？亮度就是中間的真我會比較高一點，然後呢，這個 iQOO 其次啊，一加就是最暗的，大家可以看到吧？真垃圾啊！這個今天一整天遊戲方面一加都在偷亮度。快點跟我統一一下。跟你統一，你拉最高了嗎？拉最高了，那沒辦法，跟他統一吧。打了15分鐘左右，我這 iQOO 現在只有61幀啊，鎖到60了。這個真我現在也只有80幀左右啊，顯示70多。那麼亮有什麼用？幀率都維持不住，看這個一加呀，120啊，多穩。那麼我們把這個真我跟 iQOO 都開啟遊戲模式吧，看看會有什麼變化啊。打開了遊戲模式之後，這個真我沒有任何變化，還是70多幀。但是這個 iQOO 還是有點變化了，它現在能到100幀左右了。提升了整整40幀啊，但是還是穩不住120的。那我們就把殼摘了玩吧。你也摘，你也摘。想摘，怪不得我這個一加幀率能穩住啊！我這英雄的鋸齒感明顯就比另外2台多很多，另外2台的畫面都比較精細一點，拿畫質換的幀率。我的 iQOO 開啟遊戲模式之後，撐了不到10分鐘啊，現在又給我鎖到60了。而且3台手機我摸了一下，我感覺我的 iQOO 機身發熱是最嚴重了，可能它尺寸比較小的緣故吧。真我沒有變化，也是70幀左右啊，78，現在還回暖一點點。這把進展我們打了33分鐘啊，我的 iQOO 的表現就一般般吧，打了15分鐘它就給我鎖到60幀了。然後後來我開啟了遊戲模式，它短暫的恢復到了100幀左右，維持了10分鐘左右吧，它後來又給我鎖到60了。我這個真我呢，剛才去開大了，沒有看它的表現，但是呢，在15分鐘的時候，它是鎖到了70幀，後面開啟了遊戲模式之後，還是沒有變化呀，一直到遊戲結束。一直是在65到70幀左右徘徊。哎呀，我的一加雖然幀率表現不錯，但是這畫質確實有點糊啊。我剛剛重進了一次遊戲，它畫質表現還是那樣，所以它的均衡模式才能保持在120幀。它現在還有59的電，真我現在還有58的電。iQOO 還有45的電啊，現在中午的13點，現在中午的1點48分，我們已經使用了3小時25分鐘的手機了。現在餐飲上齊了，我們把手機交給大師來拍點照片吧。好的，那我現在來拍一下照片，一倍拍全部，兩倍拍單個的菜啊。雖然這個有長焦，但是應該也是沒有長焦微距的。等下給大家試一下。iQOO 我就用鮮明了，真我跟一加在這個取景器上幾乎是如出一轍，但是確實 iQOO 的這個鮮明是顯得要鮮明一點的。真我拍出來還可以，還是挺好看的。iQOO其實也還可以啊，這個鮮明拍美食還是 OK 的。但是我覺得 iQOO 這個手機拿着手感確實好很多啊。這樣對比下來，我覺得一加 S6T 在取景框裡面顯示的效果是會要感覺差一點的，感覺食慾會相比於其他2台手機要差一點，尤其拍綠色吧，我就覺得它那個綠色有點不新鮮的感覺。我現在在拍這個白菜啊，這就是真我的長焦微距了，這大概有30厘米左右了，可以說是沒有什麼長焦微距效果了，感覺都已經有點微虛了。其他2台我就賠一張吧，但他們就是2倍裁切的。吃飯期間，我們就看一下 B 站的1080P 原畫的直播呀。剛剛開關夠了自動亮度，然後我的真我是最亮的，那麼另外2台呢就保持跟我的亮度一致。吃飯期間看了30分鐘的 B 站直播，現在一加還有55的電，真我還有54的電啊。剛上完廁所回來，而 iQOO 只有41的電了。現在中午的2點25分，我們已經使用了4小時1分鐘手機了。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使用百度地圖去穿一下南門口的巷子吧。剛剛在後面摸你的頭哎。現在我們開始準備用百度地圖步行軌跡穿一下南門口巷子了。這個亮度的話，好像是一加稍暗一點點。哦，你有自知之明了吧？沒有，好像就一點點吧。就是一加。開始走，開始走。
这个我们已經穿進巷子了，但是我這個真我怎麼好像卡住了呀？沒有變化。旁邊這台愛酷呢，它已經是有走過的路線了。真我這個路程0米啊，對，而且它就不動啊。哎，它速度也是0啊。對。那種重新進一下，重新進一下吧，重新。你重新進一下。重新進了一下這個百度地圖啊，然後現在終於有了實時位置和這個實時配速了。那就是一開始的定位我們就看不到了。哎呀，卡住了，這個沒辦法。realme UI 你陪我好吧？越來越髒了呀！我也感覺它越來越髒了。走完了，看下3台手機的軌跡啊。現在3台手機我們都已經把亮度拉滿了，還是這個 S6T 感覺要暗一點啊。然後最亮的還是這個 Z11啊。真我不知道啥情況，一開始沒記錄上啊，卡住了。但是從這2台手機來看的話，是1加的這個起點會要更準確一點的。對，你已經在這個中間了啊。但是 iQOO 的表現其實也還好，因為好多手機它都是在這個機點口的。或者在對面的都有。對，這個巷子裡面的話，我們不看中間的真我，那是愛酷會稍微好一點，它比較在路上一點啊。一加會整體偏上。中間這個回頭路的話，其實都還差不多吧。你要硬說好的話，我覺得可能是這個愛酷會稍好一點點啊。對，其他2個的話也沒有差多少了。接下來這一小段路的話，3台手機也沒有很大區別啊，都停在路上的。再拐下來的話，這個前面就是一加會稍微好一點了。其他2台就開始已經往上走了。那整體這一節路的話，就是一加會比較好啊，它是最在路上的。其他2台都會稍微偏上一點。真我其實是偏的最多的啊。學校門口這一段的話，幾乎沒有區別啊，都還可以。小巷子裡面的話，就感覺是一加比較好啦，這個路線是比較的清晰的。其他2台感覺在中間都有點歪歪扭扭的。對，稍微有點猶豫了，但還可以吧。2棟樓之間的話，就是這個愛酷會稍差一點，它偏上了。其他2台都還行啊。這一節的話呢，其實3台手機就都一般般了。其實更差的是中間這個真我，它還波折了一下啊。愛酷也不太行啊，穿樓比較多。這個一加還好，它幾乎沒有穿樓。榮耀屏下的後段階，3台手機表現都還可以啊。最後比較開拓的主壇階，還是一加表現稍好一點啊。它會比較在路上一點啊。其他2台的話稍偏一點點，但也都在路上。所以整體這3台手機表現都還不錯吧？對，算中上水平了。但是硬要選一個最好的就是一加了。一加現在還有52的電，真我還有51的電。愛酷只有34的電了。現在下午的2點55分，我們今天已經使用了4小時21分鐘手機了。那接下來呢，我們來到多佛江閣，我們就在這裡拍一下照，拍一下視頻吧。好的，我們準備開始錄像了，先錄他們的後置啊。來，只有中間的這台真我 Neo 8，它是有後面的焦段的，所以它長焦應該是可以錄4K 60幀的啊，但他們的超廣角都是不行的。只看中間這台真我吧，看它能不能變焦啊，應該是可以的。OK， 切鏡頭了，它最高可以到30倍哦，其實還可以啊，它到30倍啊，30倍肯定是沒有那麼清楚啊，但是還可以啊，這個效果。給它回到1倍了，其他2台就沒有辦法了，我們就慢慢的走過去。現在我從這個取景器上看是愛酷的亮度會稍微低一點啊，大家感覺呢？我感覺是右邊這個一加比較真實啊，它稍微有點粉，但中間這台真我顯得對比度有點高了。啊，這個愛酷就顯得有點假假的了。啊，現在慢慢轉圈，大家看一下防抖。好，逆光有沒有看到什麼眩光啊？啊，又開始笑了，不知道為什麼就又開始笑了。我從這個取景器上看到的效果就是右邊的一加 S6T 會感覺好一點啊。現在我離遠一點向他們跑過去，大家感受一下這個防抖。OK。我從取景器上看是愛酷的防抖會差一點。好，現在開始轉圈。這個真我感覺把人拍得有點黃了啊。好，大家感受一下這個防抖。啊，真我這個就真的會顯得灰暗一點了，對比度好高啊。好，再過來拍拍你。哎，我怎麼感覺一加 S6T 有點掉幀啊？剛剛我在轉的時候，它真的有點掉幀哎。哎，你回去看一下，應該是掉幀了。我先看你的話，還是一加 S6T 會顯得稍微好一點啊。這個真我就顯得還是對比度有點高了，暗暗的。愛酷就顯得人有點好看吧，但是假假的。還是一加 S6T 比較舒服一點。我們準備用他們的前置來錄像啊。現在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中間的這個真我會比較亮一點，大家看到了吧？啊，其他2台屏幕都稍微暗了點，尤其這個一加有點看不清了啊。然後呢，非常尷尬。左邊的愛酷 Z11 Turbo 一打好像打我臉上了，它可以支持4K 60幀啊，然後中間的真我呢最高是1080P 60幀，
一加 A16T 是1080P 30帧，那我们只能用1080P 30帧了，都被这个一加 A16T 给拖累了呀。好了，我现在来做3台手机的前置视频录像啊。首先就是左边的 iQOO 啊，它是给我调到了0.8倍的这个超广角，另外2台都是1倍啊，那我们就都调到1倍吧，调了1倍。从屏幕上看，现在还是一加的亮度要稍微低一点啊。然后中间的这个真我，它把人拍的是比较白的，感觉美颜会严重一点，但是会比较好看啊，我还比较喜歡。另外2台的話，我感覺 iQOO 有點偏粉，對，偏紅偏粉，是的。但是那邊的一加還是顯得會稍微真實一點，但它只有1080P 30幀啊。這個300幀我就隨便跑一跑，大家這個防抖就隨便看一看，好吧。好了，現在有陽光啊，我就轉一下，大家看看有沒有什麼奇怪的炫光。哎呦，真我真的把人拍得好白呀！有看什麼奇怪炫光嗎？沒有看到，挺正常的。哎，好吧，這個前置大家就看得圖一樂吧。好的，現在3台手機我們準備用他們的人像模式前置來拍一下照片呢。是這樣的，這個iQOO呢，它默認的是經典美顏，然後這個真我呢，它默認的是原生美顏啊，然後一加呢是無美顏。那我們還是給它開一下吧，開這個原生吧，就開一樣的來對比一下。現在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屏幕亮度吧。就是中間的真我一騎絕塵啊，這個三星 M14有點說法的。左邊的 iQOO 它其實是可以調0.8倍的，那我們就調到0.8倍吧。它默認是沒有切的，它也沒有識別到我們是多人啊。那我們現在在逆光拍一張，逆光感覺3台手機都挺亮的呀。我還是覺得綠場2台效果好一點啊。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現在我們是對着太陽的，就是 iQOO 的亮度是最高的了。但是它這個畫面吧，我老覺得感覺顯得銳化有點高了。就是那種不清晰，但是它又把它銳化的很清晰的感覺啊。那我們現在在用他們前置的拍照模式來拍一張，現在還是逆光啊。首先這個順光下，這個真我的亮度就是顯得是最好的啊。然後呢，iQOO的這個畫面整體我感覺顯得是那種比較冷白一點的了。大家看一下誰的效果最好啊。我們現在準備用他們的後置來拍一下人像模式啊。這個iQOO這邊的南廠優良傳統。非常多的焦段，好吧，但是它其實都是那一顆裁切的。那我們就用2350和85吧，因為中間的這一台真我呢，就用它的1倍、2倍、3.5倍，就幾乎是對應的焦段了。但是這個一加呢，就只有1倍和2倍，那我們就多賠一張2倍吧，它沒辦法。而且大家可以看這個人像模式裡面是拖不了的，它只能在中間拖啊。iQOO這邊默認的是鮮明啊，它對着太陽屏幕就好亮，比真我還要亮。一加這邊在取景器上還是顯得會比較的真實一點啊，這個真我就顯得有點劣化了，感覺清晰度不是很高。iQOO清晰度介於其他2個中間吧，但是它整體的這個氛圍不像是現在這個太陽打出來的這個氛圍啊，有點冷。來一個這個2倍的，這個真我呢就會顯得比較的黃啊，有點 iPhone 那個味道了。1倍和2倍我覺得還是一加會好看一點啊。接下來是85了，我就拍他一個人。這個真我是調用了長焦了，但是iQOO是2.1像素啊。我從取景器上看這個效果，感覺iQOO跟真我差不太多啊。呀，一加就沒辦法，只能賠一張了。看了一下成片，感覺沒有一台可以說比較真實的，大家就覺得哪個好看選哪個吧。接下來我們再用他們的後置的拍照模式來拍一下人啊。iQOO我就一直用鮮明了，超廣角3台手機都沒有什麼很大區別啊，都是16毫米。取景框呢，還是一加的會顯得自然一點。好，現在是1倍。哎呦，真我這裡就顯得好黃啊，不太自然啊，感覺。好，接下來是2倍。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光其實是從他們的側面打過來的，真我這個太黃了，極不自然。一加會顯得自然一點。iQOO就還是往好看的方向走的。接下來iQOO是4倍啊，然後真我是3.5倍，因為它是有一顆長焦的。那我就把一加也打到4倍吧。這個真我的3.5倍就是銳化很嚴重啊。一加這邊整體還是比較真實的，成片真我會比取景框要好一點，但是還是好黃啊，感覺它這個照片。現在我們再來拍一下這個街景和那邊的杜甫江閣啊。也超廣角我們就不拍了，超廣角3台手機都不怎麼樣啊，直接從1倍開始拍了。因為太陽光在那邊，我現在也看不清取景器。3台手機現在在這個逆光下，屏幕都不是特別亮了。接下來是2倍裁切。成片效果大家自己看一下，看一下這個2.1像素的裁切會不會比這個潛望長焦好一點啊？然後跟大家說一下，這個iQOO呢，它在4倍之後的下一個焦段，你再點一下，它直接到10倍了。它就是從3.5倍之後，我們也就直接跳到10倍了，做一個相對應的對比啊。一加的話就只有這個鏡頭，我們也給它拖到10倍啊。10倍應該就有硬件會好一些吧？我看看，今天還是有一點霾的，不是特別的通透。我從iQOO的取景器上是看不太清杜甫江閣幾個字的。但是真我的取景框就看得非常的清楚啊，這還是有硬件會厲害一點啊。一加這邊也是有點看不太清楚了。再拍一下這個角度啊，也是有一些街景，
綠植，還有遠方的樓。活動群傾向看整個跟我們氛圍最一致的啊，是一加，其次是真我吧。愛酷這邊就是比較鮮明了，那確實很鮮明。我覺得也是會有人喜歡這個風格的。一加確實顯得會比較真實一點啊。接下來就還是4倍。其實從取景器上，這個愛酷到4倍的時候，它雖然是2億像素隔着裁切吧，但是已經肉眼可見的变得不太清楚了啊。那切到3.5倍這個長焦之後，這個真我還是比較清楚的。一加其實到4倍之後，它在取景框上的清晰度是跟爱酷差不多的。然後最後再來個10倍，這一下差距應該比較明顯了吧？有硬件還是比較厲害一點啊。真我10倍一點都不缺，而且感覺真我到了長焦之後，拍景的時候會顯得自然一點啊。我们在这裡拍了點照片，拍了點視頻。現在一加還有45的電，真我還有44的電。愛酷只有25的電了。現在下午的4點07分，我們現在使用了4小時47分鐘的手機。那接下來呢，我們就使用高德地圖打車去往河西啊。路上呢，我們會經過南湖路隧道，我們會重點關注他們在隧道裡的表現。我們已經上車了，3台手機呢都有3D 車道級導航，目前是沒什麼區別的。OK， 現在我們要左轉了，好，正在轉，沒有很大的區別啊。現在再看個右轉。感覺如出一轍。好的，我們馬上就要進入到隧道了。現在我們在左邊車道啊，哎，只有右邊的一加 S6T 在右邊的車道啊。好，看一下它們的亮度。其實只有右邊的一加 S6T 的亮度會比較適合一點，因為它亮度一直都比較低。然後感覺愛酷的亮度是稍微下來一點了。其實愛酷今天一天的這個亮度，感覺調度都比較的靈敏一點吧。好，我們現在已經在這個弧線上行駛了，3台手機全都有一些滯後啊。我們的實際速度都是比上面顯示速度要快的。確實。現在岔路口就在我們前面。哎呀，但是好像3台手機都要進去的感覺了。好，我們現在剛進。怎麼都不動了？3台手機。一加早就過了，其他2台就滯後了，都不動了。動了。就是沒有一台是那種特別準的。啊，出現在這嗎？他早就出去了，這個真我，他怎麼這麼快就出去了啊？好，我們剛出隧道，OK， 現在我們倒是差不多了，走了一會兒了是吧？非常的安詳，深情對望，相親。我們導航了24分鐘，終於來到了目的地的整個導航過程中，在出隧道的時候，真我表現是最垃圾的，它突然跳了一大截。现在一加還有42的電，真我還有41的電，愛酷只有22的電了。現在是下午的4點39分，我們採用了5小時13分鐘的手機啊。行吧，那我們接下來用支付寶掃描中小單車二維碼吧。左邊的愛酷慢一點啊。我們現在準備掃一下奶茶店門口的這個二維碼，但是其實中間的這個真我它的亮度還可以嘞，比其他2台稍微高一點啊。來吧，這一次就差不太多了。我們已經到這個奶茶店裡面了，這裡的信號不是特別好，雖然他們顯示的5G 啊。我們已經在微信裡面拍了1分鐘的微信視頻了。3台手機現在亮度就是這麼個情況了啊。一加 S6T 就是會顯得稍微低一點點。只有左邊的愛酷這一次需要導出哎，因為它不是我們綠廠，跟我們不合群。他倆的綠廠發的也好慢哦。愛酷也開始發了，好像一加快一點。我愛酷也上來了。愛酷哇，愛酷反超了，完了，愛酷第一個發完。好，第二個是一加，最後是真我啊，但是真我跟一加差距不夠大，愛酷是發的挺快的。OK， 我們準備來下載一個大概就是170兆這麼一個安裝包吧，它們顯示會有一點不太一樣啊。點，好，我們來看一下速度，哎呦，愛酷遙遙領先，感覺其他2台就幾百 K。直接把我們綠廠給吸乾了。那你愛酷在奶茶店信號這麼好啊？那你早上在廁所裡面怎麼就蔫了呢？廁所裡面不太需要用手機吧？那沒有，都也需要用。那可能愛酷工程師希望我們專心的開大，好吧？這個一加 S6T 下的也太慢了吧，200多 K， 在這裡沒好過。哎，我不行，愛酷跟一加換個位置來。好像沒有什麼變化，愛酷還是1點幾兆，差不多1兆左右吧。一加上來了嗎？一加並沒有上來，但是愛酷下去了。哦，現在3台手機差不太多了。哎，那這個位置確實可能信號差一點啊。但一加為什麼就沒有變化呢？扶不起的阿斗，1減 A46T。作為綠廠的成員來說，這個真我能有這個速度也不差吧？只能說比這個6T 是好了不少了。雖然換了位置啊，但是這個愛酷也要下完了。OK， 愛酷已經下完了，真我呢還差一點點吧。這一加就一直就是200K 左右啊。
涼了呀。不等了吧？我們現在打王者10v10了，這3台手機的亮度都已經重新開關過了，還是這個右邊的一加會稍暗一點點啊。你怎麼辦？你都暗了一天了。調吧，跟我一樣。对面一個魯班不會玩啊，我玩個鐘馗給他連勾了，現在已經5-2-3了呀。能說高手跟着我就是有肉吃，有沒有肉吃？没有肉吃啊，人都不被你 K 完了。我說那不在一路。感覺對面這個魯班在用腳玩遊戲，這個走位劈爛啊，人機走位啊，連我這種鐘馗熟練度最低級的人來說，2級能一勾一個準，好吧？你確實挺低級的。剛剛一滴血跟那邊拉扯了一下，差點就逃跑了，沒辦法，四面楚歌。當年嬴政要是有我這技術，也不怕荆軻刺殺了，好吧？那就是你沒有跟我，你知道吧？跟着我，保證你有肉吃。我現在已經8-2了，哎，我操，我快死了！等會兒。輕輕鬆鬆9-1。你现在這個造型真的好奇特，感覺你這個帽子怎麼是個肉色呢？這粉色的，眼神是不是不好？反光出來就是肉色的呀。現在那個地下停車場，我們測那個桑拿的時候，他那個後腦勺感覺像一個乾癟的草莓，你知道吧？感覺可以泡牛奶喝了。你走吧，你要不走我走了。第一把王者榮耀打了13分鐘啊，3台手機網絡跟陣列沒有任何問題。那第二把呢，我們加高一些負載吧，就跟上午保持一致。把遊戲相關事實打開啊。對。剛看亮度啊，我這個真我的亮度是比較高的，然後另外2台呢就把亮度拉到跟我一樣。你還搁這說什麼呢？搁這說啊！說我的。這把遊戲打了6分半鐘，我的 iQOO 期間呢是紅過一次啊，是300多的 ping。但是開啟了遊戏相關事實之後，第二把我明顯感到我這個遊戲不太跟手啊，並且我的遊戲延遲是比較高的。它一直是雖然綠色，但是它是60多，一直50-60，不太跟手。我感覺沒有什麼區別啊，跟上一把我這個非常的穩啊，真我。你有多少啊？ping值50多，但是我感覺挺跟手啊。一加刚刚短暫的卡了一次，其他沒什麼問題了。現在 ping 值有44左右。你覺得他是不是個畜生啊？真是個畜生啊！怎麼了？你說怎麼了呢？這怎麼？這不是剛剛買的飲料嗎？你自己喝了一杯楊枝甘露最貴的。哪裡有？你現在又搁這？這什麼？這什麼？這是他送給你的唄，這是店家送給你的唄。送給我們的。這是那個商單。第二把王者榮耀10v10，我們打了快12分鐘。我的這個 iQOO 呢，在11分鐘左右的時候，它的幀率鎖到了也沒有說鎖吧，就是在120幀浮動啊，121、122左右。可能是因為電太少了吧，它現在只有6%的電了。第二把我的真我958沒有任何的問題啊。一加4的忍了一次，突然卡了3-4秒，其他也沒有什麼問題了。現在一加還有30的電，真我958還有28的電。iQOO 就6%了，現在下午的5點41分，我們今天使用了6小時2分鐘的手機，感覺距離我們平時的這個時間還差一點，我們一般會結束的時候用6個半小時左右，還差一點，那我們就出去再打一把王者榮耀吧。那我們就在室外再打了一把10v10的王者榮耀了，亮度，听这台1加6T 最亮啊，那就跟你保持一致吧，我們2個拉到跟你一樣的亮度。遊戲設置還是都是開的啊。打了2分多鐘，我的 iQOO 就顯示要進入微電精靈模式了。我是不是剛剛怎麼打團人一多變成60-70這樣？原來是快沒電了。但是我不是6%、5%開始玩的嗎？這個後面電也太虛了吧？現在1%了。這就沒了呀。用了多久啊？用了多久？你不看啊？沒來不及了。我待會再看吧。現在真我958還有26的電，一加是28。不是差太多了吧？怎麼暴斃了呀？別急，我充2電，我看用了。一聲不吭。現在幾點啊？開始幾點？5點57。我現在給我的 iQOO 充開機了，下午的5點57分它關機的，它是6小時8分鐘啊。然後現在幾點就往上加時間就可以了。最後一把遊戲我們打了11分半，2台手機的遊戲表現也沒有任何問題啊。那我們今天就差不多測到這兒吧。我的一加還有25的電呢，真我958還有22的電啊。我們差不多今天用了6小時20分鐘，比平常少了10來分鐘吧。但這20多的電要測完的話，也得有點久了，那就到這樣吧。那其實最後預估下來，我感覺我的一加還會比它好着3%到5%左右吧。畢竟2台都是綠廠的，調度應該也差不多了。那接下來我們就給大家開始總結吧。好了，就由我這個 iQOO Z11 Turbo 率先陣亡的這位，你是暴斃，
哎呀，有点尴尬，好吧？那我先来总结吧。今天用了6小时8分钟，它就进入了微店精灵模式，有点突然啊。我们出奶茶店的时候，它还有6%呢，怎么坐外面打了几分钟王者，它就突然进入微店精灵了，搞得我也很懵逼。好吧？啊，这最后的店有点不太经用，整个表现非常好总結，就是不管是上午还是在下午那个信号比较差的手机上扫，它的上传和下载文件的速度都是3台手机里面最好的。另外，它的最大一个亮点呢，就是它的亮度比较出众啊。首先，它的自动亮度比较积极。然后呢，它的亮度上限也比较高，另外它的亮度调度我也比较满意的。比如说下午在杜甫江河拍照的时候，我们面对阳光的时候呢，它的亮度能迅速的拉起来啊，亮度调度比较激进，策略也比较不錯。但是在很多時候呢，它亮度就是又有點不夠啊，就是3台居中的情況，沒有Neo 8那麼高。其他地方就沒什麼好說的了，就都是中規中矩的。最差的其實就是它的這個續航啊，說實話不太滿意。它作為一個7600毫安時的手機，今天打遊戲的時候，其實我們亮度都是統一的。雖然說日常使用的中，它的整體亮度稍微高一點吧，但也不至於續航被他們拉個20多啊。這個電池容量也沒有差那麼多，就差了幾百毫安時，而且它屏幕還小一點呢，我就感覺。可能你的屏幕沒有用 M14基材，好吧？啊，也有可能嘛。但是就我們測了這麼多手機來說啊，今年綠廠系的手機，我覺得是同等電量下，它的續航就是會好一點的啊。以下僅代表個人觀點啊，我覺得這台手機的手感在3台手機裡面是最好的，這個確實我也認同。而且我覺得這台手機的質感在2000左右的價位手機裡面，我覺得是最好的啊。那我不覺得呀，那它這個不也，你們3個價格不是一模一樣的嗎？但是我這個手機就小巧一點，手感好啊，而且顯得更加精緻啊。我覺得它比X300的質感也差不了多少，而且它這個正面其實挺唬人的啊，就看着有點那麼等寬的感覺啊，尤其是套了殼之後啊，反正我是挺喜歡這個小手機的。雖然說它沒有那個長焦吧，但是有一個2億像素，也挺唬人的啊。續航就很一般了，其他的就不說了，交給你們了。感覺你這個 iQOO 工程師非常的酷啊，做產品很有態度，一聲不吭，嘣兒就關機了。那就該我來總結一下吧，朋友們。我這台 iQOO 啊，呸！我這台 iQOO 了。我這台真我 Neo 8呀，是用了6小時20分鐘之後，還剩22%的電。先說它今天的表現吧，我覺得有幾個點比較好。第一個呢，是在步行導航的時候呢 ，iQOO 跟這個一加呀，都是出現了什麼虛空行走和這個什麼亂轉的情況。那我這個很穩如老狗了，沒有任何問題。只是說這個路線規劃跟實時位置可能跟另外2台各有優劣吧。雖然同為綠廠機器。這個真我 Neo 8在下載的時候呢，是要比這個一加 A46T 還是要快上不少的。確實，你這就是1減 A46T，以後改個名好吧？其他的話，其實感覺中規中矩，就是一個非常水桶的一個機器。真我開年給了一個大爆炸呀，這個機器2000出頭的價格非常的划算，並且呢，這個外觀我覺得很帥，有點 Nothing Phone 的感覺，還是有點設置的啊。哎，並且呢，給了一個長焦啊，就是2個都沒有。屬於真的越級了。另外呢，它現在遊戲表現其實我覺得是比一加要弱一些的，但是一加呢，它這個畫質有點糊啊，所以你穩120，我覺得有點水。那如果跟我一樣的畫質，你不一定能贏了我。感覺有點微偷，你覺得呢？不是，你都把話講完了，我等會兒說什麼？好，朋友，反正就是這個機器。哎，這不就是你一加現在在綠廠系的一個地位嗎？就很尷尬呀。我投降。然後今天 Neo 8的亮度呢，其實也沒有很低啊，就是跟 iQOO 也是不相上下。確實，它有的地方是確實比這個 iQOO 要亮一點。然後電池呢，僅比 iQOO 大了400毫安時啊，丟不丟人？然後呢，居然還剩了22呢！啊，那沒有，它關機的時候你有26啊，他還說保守了，牛逼！如果大家在2000價位想買一台比較均衡的手機啊，其實這個真我 Neo 8是比較推薦的呀。確實，我上一台機器 Neo 7 Turbo 我也想換了，好吧，太愛你了，晚上回去好好寵幸你。那我以為你又要親它呢，下來真的就看膩了已經啊。大手機是吧？我無語了，不要聊這種東西，我是受不了了。反正你們宅歸一體化是吧？我還是想說一下，但是這一台手機感覺拿在手上確實有點重啊。我覺得其實它金屬邊框、玻璃後蓋，然後呢裡面堆了一些料，我其實覺得這個重量是比較 OK 的啊，也可以接受了嘛，畢竟有長焦嘛。可能大家在網上會看到一些評論什麼的，但是我自己個人用這個真我 Neo 8在亮度比如說低於50%以下的情況呢，有點類似於這個紙一樣的感覺。這個屏幕，有人說是這個什麼叫抹布屏啊，我不是很懂，但是就是感覺會有點顆粒感。反正這個情況是有的唄。對。但也不知道是不是個例啊，就是如果大家有的話，自己可以看一下。我感覺不是個例的，因為我在網上也看到了。OK， 那我但是瑕不掩瑜是吧？還是值得推薦啊！我幫你說了，你想買啊？我還以為你要坑我呢。感覺我覺得一加 A46T 真的沒什麼可說了。它今天呢用了6小時20分鐘後，剩25%的電啊，比這個真我多了3%，但是呢亮度
幾乎全程就是最低的。对，这就是我今天非常不满意的一个地方。它今天表现好的地方，就厕所里面极弱信号下，它的联通表现比较好，电信表现一般。再就是百度地图的步行轨迹记录比他们稍微精准一点，再我就真的挑不出好的地方了。这3台手机其實所有的導航也算是中上吧，都還行啊。它今天金盞產那個降畫質的問題是真的很惡心，我們上一次好像就發現了。對，比他們兩個糊的很多。王者榮耀幀率保持的倒是比較穩定，也沒有降畫質。它的強網能力也是比較差的，它在茶百道那裡都不用導出微信視頻，記錄還沒有後來的 iQOO 發得快，而且它下載速度也是一言難盡。就這台手機整體來說真的不行吧，不如去選 iQOO。不是錯名字了，不如去選真我啊！對啊，到底選誰？到底選誰？就不如去選真我Neo 8了，真別選這個1+146T了。而且我覺得1+2是3台手機裡面長得最醜的，這點攻擊人了，就沒有什麼設計啊，就很平平無奇的一個手機。不對，我還有一個 AI 按鍵，他們倆都沒有。我還有這個什麼這個全景光效的，你有嗎？我不需要。有就是比沒有好。那麼拍照方面就交給大師來講吧。3台手機的拍照就是有和沒有的區別啊，超廣角都很垃圾。然後呢，這個真我呢是有一顆5000萬像素的長焦鏡頭啊，這個就很誇張了，其他2台都沒有了。在這個價位可以說是獨一份了。它的表現其實就跟那些什麼 Reno 啊，還有那個 Find X9其實差不太多啊，可能算法上會有一些區別。整體的表現在這個價位的話，我覺得是沒話說了。這個iQOO呢是有一顆2.1像素的，它其實在5倍以內的時候，取景器上呢是會顯得稍微糊一點，但它的成片還是 OK 的。真的話，這個潛望長焦就已經越級啦，它在5倍以上和10倍以上，那就完全是吊打的呀。這個一加呢，如果你不太在意潛望長焦吧，那我覺得也是可以買一下的，因為它的成片和它的取景器的體驗是這3台手機裡面最好的。真我稍微差一點點，總體偏黃，別的也沒有很大的區別了。但是一加的這一台的前置只有 1080P 30幀，其實你也很在意這個點吧？規格可以不夠高，但是你幀率稍微來一點吧。1080P 60，我覺得已經應付80%的場景是不成問題了。確實，所以呢，這個真我Neo 8呢就給到了一個 1080P 60幀，但是最牛逼的就是iQOO了。iQOO 給到了 4K 60幀啊！我建議前置的確實可以買它，好吧？我建議不如把攝像頭的錢省下來，給你買點電池，好吧？這他媽電池還要多大？這7600也不小了。它續航不好啊。26的電哦，1600已經鎖了2000，又鎖了2000了。然後這3台手機，他們的拍照其實還是會有一些風格上的區別啊。我個人是覺得如果你喜歡稍微偏真實一點的，那你可以選綠廠這2台，它們區別不是特別大。稍微想好看一點呢，我覺得iQOO是可以的，但是那個好看也不一定是所有人都喜歡的。我個人覺得還行啊。我們做這期視頻的時候，紅米 Turbo 5系列還沒有發布呀。那我們這3台手機應該會再挑選表現比較好的哪個呢？Neo 8來跟大家進行總結，到時候再酌情選另外一台機器吧。那麼本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，更多精彩內容請繼續關注離線玩家 Online。我們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朋友們，我補一下啊，就是現在我們大概給這個真我Neo 8開到30%左右的這麼一個亮度啊，其實它這個抹布感還挺明顯的。有可能拍不太出來，你剛看了一下，是不是感覺也挺明顯的啊？是有一點，感覺髒髒的。我們把那個iQOO開到同等亮度，感覺是沒有這麼明顯的。而且我們這個綠野護眼裡面的這個什麼紙質紋理效果什麼的，我們都是沒開的呀。這個確實感覺已經有點髒髒的，這個30%啊。我覺得大家介意的一定要去看一下這個手機啊。